各位朋友，大家要知道，很多的台独分子啊，他把台湾自己形容成美女，把大陆呢形容成强壮的流氓，就是说这个大陆看上台湾了，然后呢，这个台湾是石动燃具啊，然后呢，把好心当驴肝肺啊，然后就是热脸贴冷屁股，这个画面感就出来了吧。气的很多中国的大陆网友说，你争点气不行吗？你怎么这么贱啊？好吧，这大陆呢现在是释放一切善意啊，利用一切那个台湾表达这个善意的细节，可是呢人家台独分子不领情啊。你比如说现在呢郑丽文啊，他曾经说过，说要这个张凌赫，就是竹玉的那个粉底液将军啊，现在这么受台湾的女孩欢迎是吧？让他来台湾吧。台独分子不领情啊，台独分子说谁跟你是同胞啊？好吧。然后呢，央视呢还把柯文哲给表扬了，然后柯文哲在台湾又受到了一些这个台独的这种谩骂，你看了没有？是台独分子们现在是拒绝大陆的一切的好意。近日，高德地图在台湾掀起讨论，许多用户下载后认为其方便智能，还有新上线的红绿灯倒计时功能，误差几乎为零。不过，高德地图精准的倒计时却引发民进党当局关注和恐慌，认为其可能有资料外泄疑虑，甚至酿成所谓安全危机，要对高德地图禁用。产生重大的影响的话，当然我们会加以禁绝。台湾数字发展主管部门22号回应称，高德所使用的地图资料并非在台搜集，而是向其他公司取得。至于红绿灯倒计时功能也并非接入台湾的系统，主要是通过大数据和 AI 算法支撑，但这仅限于比较多人使用的路段，并非在台湾所有路段都有这项功能。不过该部门表示还在持续观察检测中，也呼吁民众不要使用。我们会请自然这边做一些相关的检测，那我们预计在检测完毕之后，在5月中旬我们会召开记者会，所以我们还是特别的呼吁民众，不要在台湾地区使用高德地图。没等检测报告公布，台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23号已经宣布，全体台军无论是公务机还是私人手机都禁止下载使用高德地图。然而，民进党当局的禁用更引发岛内网友的好奇，迅速推升高德地图成为台湾地区应用程序下载的双榜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的双标早已不是新闻，从封禁小红书、抖音、DeepSeek 到如今对高德下手，剧本几乎一模一样。先扣上资安风险的帽子，再呼吁民众别用，然而结果恰恰相反，越禁越红。片面的禁止恐怕又会让大家认为是在操作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样也大可不必。新鲜大老爷，只要叫张凌赫来台湾就好了。台湾同胞看到我们的这些东西，他们也会很喜欢。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造型比较出彩，我们的画面比较精美，一定是里面的情感浓度也是在他们心中可以产生共鸣的。你说这不是一句好话吗？台独分子怎么看啊？台独分子说不是同胞啦，就是你长得好看追剧而已呀。接受央视访问就必须要说同胞啊，不要什么都政治化，多关注作品就好了。说着是同胞，但炮口还是对台湾啦。你妈跟你才是同胞啦啊！我们台湾只是追剧啦，真不是同胞啊。那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看韩剧、日剧，那不也是同胞吗？谁跟你是同胞啊？还是别来了，英姿留在心里吧，不要来了被利用，剩下来的只有一堆屁事儿。虽然我很爱看你的剧，但我不是同胞，而且中国大陆的历史地理课，我读书的时候深受困扰，我明明就住台湾，却要读大陆的历史地理，我很不认同。
客前来，那请我们这边帮他做一个提问。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有随团访中的年轻人认为两岸关系太复杂，只要邀请大陆艺人张凌赫来台湾就好的说法。那国台办是表示，影视文化的交流有助于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强调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界双向奔赴。那请问陆委会怎么看待？这个昨天国台办的记者会出现张凌赫这位明星的名字，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哈。那好像这部片还在台湾还是蛮受欢迎的了哈。不过这位张凌赫演员他好像在对岸，他们自己的宣传部门对于他就有我都看到很多批评啊，譬如说像那个解放军下面的媒体平台就说这个是这叫什么过度涂胭脂抹粉的将军就是什么化妆液将军，好像是这样粉底液将军。然后中国广电总局又说这个是要杜绝颜值崇拜这个不能够畸形审美那我觉得这些反正就是中国官方自己吵来吵去，先有一个定论以后然后再来谈谈交流了那台湾这边是不会去做这些批评的，但是中国官方自己至少要先打一架，打完再说了好，谢谢。什么叫做好心当驴肝肺？什么叫做热脸贴冷屁股呀？老鼠眼梁文杰精彩演绎。针对赖清德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受阻，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日前讽刺称，搞不好赖很高兴，痛批不断升高社会对立就是民进党目前的选战策略。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4月23号前往宜兰，为民众党宜兰县长参选人陈婉慧辅选。针对赖清德窜访受阻，柯文哲戏言，搞不好赖很高兴。不能出访，搞不好他很高兴，因为这也符合他一贯的战略，因为他就是要升高对立。柯文哲痛批赖清德作为双少数台湾地区领导人，只会条件反射式的挑唆台湾社会对立。其实我发现他现在的竞选连任的策略，你看2004年阿扁的打法，就是真的他是一个少数，他的战略就是不断的升高对立，不要用那个太粗俗的话，那个狗改不了吃屎。柯文哲表示，如此做法会让台湾社会陷入长期分裂和对立，代价沉重。莫咧乱啦，台湾一个尔，莫咧乱啦。你一个身为一个大人，安尼乱了，台湾人命嘛了去，你无感觉？你嘛有水洗啊俩？谢谢，多谢你。身体健康哈！把给了，把给，谢谢，谢谢，好了，多谢你的支持啊，多谢你的支持，多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柯文哲不认同赖清德，但是他也不认同所谓的统一吧？所以中国的媒体有的时候确实是，看了以后恨铁不成钢啊。不好意思，最近中国说要开放上海、福建自由行来台湾，我想听听台湾人的真心话，可以问你吗？又要开放啊！以前陆客团来的时候，我们夜市真的是被搞到怕了，一大堆人走路走反方向，边走边大声讲电话，乱丢垃圾，到处插队吃东西，还挑3拣4。那你对陆客开放自由行欢不欢迎？你希望他们来吗？
不希望，欢迎个屁啊！以前被陆客团搞到怕了，现在还要自由行，到时候夜市每天像打仗一样，垃圾堆成山，烟味到处都是，我们本地客人都不敢来了。经济重要，但生活品质更重要。我宁愿少赚点，也不想台湾变成中国人的后花园。台湾人最反感的不是观光本身，而是那种一来就把秩序、安静、干净全部打烂的感觉。所以这不是欢不欢迎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台湾人根本不想再拿生活品质去换客流。对，确实是啊，有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网友也是心情可以理解，你这不是让人家啪啪的反复打脸吗？那热脸就别凑那个冷屁股去了，你把那一颗导弹给它轰烂了，不就完了吗？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